看成功人士，看到更多的是他們現在的身價和光環。如果能看到他們當初是怎麼認識到新事物的，是怎麼在沒成之前的一地雞毛裡邁出第一步的，是不是更有参考價值？開心圓圓有人認識嗎？抖音第一美人，月入1600萬，搜索量幾十億，直播大佬。這兩天哥们兒給我科普，第一天是說他有多牛，我記得就這幾個詞兒，以及一句話，幾乎所有看直播的人都認識他。第二天開始講圓圓的成功看似是一蹴而就，但背後隱藏着不為人知的努力與艱辛。起點低，普通院校畢業，女朋友也分手了，也和很多普通人一樣面臨着失敗與迷茫。剛開始直播時，有人說叫聲老公給他刷個墨鏡，墨鏡好像是9.9塊，他都叫了。要看鎖骨，他也給看了。那個時候他粉絲數量寥寥無幾，離成功遙不可及。好在幾個月後，圓圓的直播開始火爆，他成了 PK 之王，粉絲遍布全球，甚至有大哥在紐約時代廣場給他買屏幕。這些成就背後是圓圓無數次的堅持與努力。因為我平时很少看視頻，聽的是津津有味，突然想起跨境圈也曾有過這麼成功的人，在時代廣場露過臉。他就是跨境第一梯隊安可的創始人楊蒙。他的故事也不簡單。1999年考入北大計算機專業，隨後美國讀研，畢業去了谷歌，幹了5年搜索引擎高級工程師。2011年想買個筆記本電池，發現要麼原裝品牌電池很貴，要麼10幾塊的用戶評價很低。恰逢他太太正在接觸亞馬遜，商討後他覺得能找出一條中間路，研發不貴但有品質的電子產品，線上銷售一定是個好機會。很快楊蒙放棄了谷歌高薪，開創了安可品牌，就這樣開始了跨境電商創業之路。2025年胡潤富豪榜，楊蒙賀利夫婦以385億人民幣位列財富榜單第157位。是不是成功首先得有這樣的背景呢？當然不是，尤其現在新媒體時代，跨境成功者甚至大佬很多不是像楊蒙這樣有學歷、有資源、有背景的，反而更多是像開心圓圓一樣很普通、很草根，甚至開局很低的人。那這些成功者當初都是如何知道、如何接觸和如何開始跨境電商的呢？萬事開頭難，還是有貴人幫襯？接下來看看幾個更具代表性的跨境入局故事。之前聊過的大佬老姜，2012年開始做跨境電商，如今年銷大幾億。而他和跨境的緣起，竟然是去美國要賬，還認識了一個可以說是改變了他後半生的美女。老姜跑了幾趟，賬沒要到，收了一堆貨架，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？老姜認識了這個美女，美女覺得他懂貨架、懂倉儲，當然更覺得他人好，就找了一個會運營的年輕人，準備3個人一起做跨境電商。這是老姜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兒。但注冊公司當天，年輕人就一直聯繫不上了，剩下他們2個人只能湊錢進貨，自己研究，慢慢上架。好在2012跨境電商風口期，銷量還不錯。第2年做了大倉庫，進了大批貨，老姜開始憧憬着美好未來。可為什麼甜蜜的夢容易醒？美女突然要離開，還要帶上她的錢，留下了老姜一個人掙扎煎熬了1-2年，才慢慢順起來。後來問老姜，他覺得那就是一段過往，有得有失才是最好的開始，一地雞毛才能逼着你繼續前行。但無論如何，他還是很感謝美女，是她帶自己進入了這個新世界。這就是老姜模式，逼上梁山的被動派，卻有貴人幫襯。老姜成功後，又延伸出了2條新的跨境入局之路。生意蒸蒸日上的老姜開始僱傭大量華人，從運營到倉庫打包都有。但他們學習了整個流程，有的甚至掌握了工廠資源，就開始自己單幹了。還有一些是看見或者聽見有人說老姜很賺錢，就去複製他的路。更牛的是，這2類人都是從平台到貨的像素級複製，上和老姜同樣的平台，賣和老姜一模一樣的產品。齊白石、馬三立甚至古希臘哲人都說過，學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他們還是不了解民間疾苦，沒有那麼多人活着就是為了成為大佬大師，而大多數只是為了有口飯吃。拋開怎麼評價，這些模仿者在那個年代也都吃得不錯，儘管沒達到老姜那個高度，一年上百萬美元的銷售額也都是有的。這在精品模式的跨境電商中可以算是成功了。這2條入局之路看似不那麼漂亮，卻是真實存在，是當時很多人的選擇。精品之外還有一種模式，之前聊過的大偉算是先行成功者。大偉最早是去深圳打工，深圳被譽為中國跨境之都，很早就有很多人做跨境電商，其中一部分牛人研發出了一套不需要花錢進貨的鋪貨模式。鋪貨模式提過幾次，簡單說就是把1688淘寶裡看着不錯的產品全部都上線到跨境店鋪，不管哪個產品出單都能賺錢，打的是規模化。
牛人們研發出了完整模式，再上個系統就去內地做孵化。孵化講直白點就是你給他錢，他幫你辦事儿，幫你開平台店鋪，幫你招人運營，甚至帮你买電腦，帮你拉網線，店鋪出單了，发貨結算也都幫你做好，你就看着賺錢。當然前提是你要先給他們幾千到30萬不等。這個模式被大為等幾個朋友一起帶回山西，很多人跟着他們交錢入局，很多多到什麼程度呢？當年亞馬遜開店數量有個排名，第一、第二是深圳、廣州，第三、第四就是太原、呂梁。這兩個城市估計很多人都沒聽過，都是大為他們帶起來的。一個店鋪背後至少是一個花錢的老闆和一個會操作的運營，上萬人應該是有的。這還只是物理集合為主，大家聚在一起。而現在的 TikTok 賣課都是網上虛擬的，人數之多就沒法預測了，後面聊。以大為這種形式入局的人，早期很多也都賺到了錢，當然模式開發者和引入者更是賺到了大錢。對各自來說，這都是一种入局跨境的成功方式，暫且稱為大為模式。降维打击的孵化派各自賺錢。這兩種方式之外，還有一種就是早期極客模式。之前聊過的二子就是最好代表。二子讀了個普通大學，但是在大學期間接觸到了海外廣告聯盟。廣告聯盟簡單說，就是在廣告平台接單，幫助品牌方完成拓客、瀏覽、購買的目標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在自己能控制的網站或者博客掛上谷歌的廣告，有人點擊你就能賺美元。二子一直是其中的高手。之前視頻身邊3個跨境大佬也詳細講過。等 Facebook 廣告出來的時候，他很容易過渡到 FB 廣告聯盟，當時這是大熱點。二子很快發現，很多發單方都不再是大公司，甚至就是国內往海外賣貨的個人。研究後，他也走上了這條路。他最早選的產品是口紅，$9.99的售價，$1到2的成本，$1至2的運費，$5左右的廣告費，自己賺個$2。當時二子的團隊在菲律賓，主要是招當地人寫英文文案，做 SEO 優化，幫廣告主推流，一個月$200左右工資。現在輪到給自己的產品擴流量，自然銜接，最高一天賣過5000單。從這條路入局跨境的人也很多，後來做的最牛的一個人就是徐仰天，中國出海4小龍之一的西音創始人。對跨境了解的人應該都不陌生，他最早做 SEO 優化，賣婚紗，每天去婚紗店拍照，上線到自己的獨立站，通過 SEO 優化增流。老外看上哪款下單後就去採買發貨。後來做全類服裝，打垮了幾大國際快時尚品牌，諸如 Zara、H&M 等，收购了 Forever 21，成立了3方賣家平台。如今的SHEIN已經是與 TikTok、Temu、速賣通齊名的出海3方賣家平台，很多賣家在他的平台上開店賣貨。還有幾類就是傳統的轉型了，去跨境公司打工，後來自己創業，國內電商轉型跨境電商，自己有工廠轉型出海，外貿轉型，這些都比較常見。而最近幾年我見到的跨境入局最多的就是買課。記得2018年去大學食堂吃飯，我很疑惑，現在食堂怎麼都是一個人在吃飯？大家也都很迷惑我這個問題。我們上學那會兒吃飯都是一堆人，現在早都變了。年輕人的多數新信息都來源於手機，自己看自己的，自己吃自己的，自己學自己的才是常態。所以没人做線下地推了，直接把課程廣告放網上就是最優選擇。網上就容易把成功放大，甚至就是過度包裝。就目前看，我也沒真實看見幾個 TikTok、Temu 買課做成的，倒是賣課的肉眼可見的賺得盆滿缽滿。他們仿佛才是這一模式裡真實存在的跨境成功者。那他們是怎麼開始的呢？我研究了一下，第一批賣課人是不太懂跨境電商行業，但有很強整合能力的人，把網上的資料包裝成課程，邀約實戰賣家成為背書，然後賣課。第二批是在此基礎上創建了貨盤的賣課人，對这個有疑惑的推薦詳細看看我之前的視頻《貨盤局中局》。第三種最可怕，他是因為買了前2種人的課被收割了，發現只有賣課能回本，才來賣課給你，賣的已經不是課了，而是他在泥潭裡的最後一絲掙扎。買過課的朋友們是不是真會有這樣的想法？講了這麼多的入局故事，你發現了嗎？跨境電商是公平又殘酷的存在。他不看出身，很多成功者開局都是很低，但他看結果。你一旦成功了，都是彌漫在網上的故事，而失敗了，連賣課的都不會記得你，你就像沒有存在過一樣。今天拆解這些成功者的開局，不是為了讓你去複製一個安可、SHEIN或者哪個大佬，也不是要標榜什麼時代的偶然、堅定的信念、不怕失敗的勇氣，只是帶着跨境電商思考一番，回歸成功的第一性原理：3分天賦，6分運氣，1分貴人幫襯。今天就聊到這裡，感謝看完，我是胡米東，下次再見。